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劳力筹测评。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前一段时间 HT 以现货外加预定方式出品的这一款限定产品，来自电影《九龙城寨之围城》当中的主角之一龙卷风，演员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古校长古天乐。今天我们就来把玩一下它。这一个呢是预定款，之前在香港的这个展会是有一个现货的，所以很多玩家已经提前玩到了很久。当时这个现货炒的价格也非常高啊，3000多。现在预定的也基本上全部已经出完了。今天我们就来把玩一下它。首先，当我打开这个主体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怎么说呢？我们来凑近镜头来看一下这颗也是比较有争议的头雕吧。这个头雕，你说它像不像？反正我觉得3分像，真的是3分像。我不知道为什么 HT 之前哪怕做的这个《明日战记》吧，我记得《明日战记》当中的古天乐也是不是非常像。这一次做龙卷风这个造型，怎么说呢？在这个角度，45度，我觉得相似度能高一点，有个5、6分。但是你一旦到了正面，不管我之前怎么去调节它的可动眼了，确实不像。我也尝试了戴了一下墨镜，相似度也最多提高1分。所以在我眼里，这一款限定的作品又是一个不及格的。当然，我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确实，我这个东西，这部电影我非常喜欢，这个角色我也非常喜欢，但是做出来的这个面雕、头雕，我非常不满意。我们仔细来看一下整个的面框，我觉得在我的灯光打下来啊，包括我的肉眼去看这颗面雕，都是稍微有一点点的油，细节感比较少。我觉得电影当中面部还是稍微有一点点苍老，毕竟他是生了一个病，脸色也是比较憔悴。这里的话，我感觉好像做的稍微年轻了一点，整体的五官单独拆分开来，相似度都还可以，但是集中在一块儿，放在这个面雕上，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做的这个样子。整体的这个焦发相对来说也没有达到我心中 HT 的这个标准，这个植发也只能说是一个5、6分吧，及格分最多了，也没有达到 HT 非常牛逼的这个焦发水平，太一般了。我们可以拉远镜头来对比一下，因为它这个包装盒用的就是咱们电影当中龙卷风的这个样子，我们来对比一下吧。你觉得相似度有多少？对吧？这个就自己来判断了。反正我觉得一般。好，头雕看完了以后，我们再慢慢的来调节一下，看一下它的整个衣服，整个衣物的这个还原度，包括版型还是不错，没什么多大的问题，可以。整体的面料摸上去也比较舒服，脖子这里的衣服需要自己稍微去调整一下，因为它容易被这个整个脖子的这个连接器卡进去，稍微调整一下没什么问题。整体的衣物包括口袋的这个设计，全都可以自己去打开，缝线也还不错，没有走线。纽扣还原度还可以，当然包装里面也会有这几个纽扣的备件以防万一你掉了以后可以自己去找补一下，没有什么问题。内部的这一件长袖也可以按照电影当中去给它撩上去，因为它是半一体式的一个手臂，所以你在做一些经典的造型的时候也不会手腕关节暴露，所以它这一次包装里面也没有给你手腕的这个备件，也完全不需要。然后看一下内部的这个衣服，你想去解开也可以，它是一个安全的一个圆形卡扣，可以去给它解开来。到了这个西裤这里，整体的面料摸上去比较舒服，而且比较薄，对可动的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小。劈叉的话是没办法，毕竟是西裤紧致度还是有，摸上去还挺舒服。来看一下袜子部分，整个袜子还原也还不错而且穿上去了以后，整个的脚踝这里的关节基本上也没什么暴露点，整个的素体肤色还是比较还原的。
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好多说的。整体的这个上半身里面会有一个包胶填充，上半身在背部、腹部都是有的，臀部这一块到了下方这里，手型包括腿部都是没有任何偏头肉的，版型还不错，也没有螃蟹手，素体还行，就只是这个面雕啊，差强人意了一点。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可动。首先脖头分离的，所以它的可动的话呢会比较好一点。首先低头幅度、抬头幅度、左右360度没什么问题。拔出来以后，它又是一个滑槽的一个设计，可动眼在内部，你可以不用调节器，单独用手去给它调节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哎，好，拿下来以后看到脖子色差几乎是没有，但咱们这次的手型呢还是稍微有一点点油。这是出厂的一个握拳手，内部的这个细节会稍微差了一点，但其他的手型应该还不错。好，然后手臂的可动来看一下，首先抬举，平举90度，没毛病。手臂抬的这个幅度非常大啊，360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只是你穿着衣服的话能抬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往后也一样，没毛病。看一下大臂旋转也有，手臂前倾也有，没问题。手肘部分看一下弯折，非常贴合，很完美，而且毕竟是半一体式的，所以你怎么去动都不会露出来，很舒服。手型我觉得这次涂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拉近镜头来看一下整体的这个怎么说呢？老年味非常十足啊。除了有一点点油以外，我觉得这个手臂还是非常不错的，纹理细节刻画的很好。但是跟脸的这个质感比起来啊，这个脸还是太光滑了一点，略显少了沧桑感，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好，然后来看一下胸腰可动，我们镜头拉远，继续瞧一瞧。首先，弯腰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往后也还不错，左右旋转没毛病。而且这衣服的话呢，在你做大幅度的动作了以后，也不需要去做太多的调整。左右侧腰也有，没问题。腿部关节劈叉，后者稍微往上拉一点的话，幅度能稍微大一点点。关节非常紧，没问题。大腿前踢90度没问题，屈膝得到这样的一个位置，而且脚部关节不会暴露，很舒服。后接有一丢丢的一个可动，幅度不大。这个下半身的素体非常非常紧啊，大腿旋转也有。脚这个可动来看一下，前后左右就比较紧了。在你去动脚踝的时候，特别是做一些大幅度的造型动作的时候，当心这个袜子卡在里面，还是需要去动一下。整个鞋面的涂装还是非常不错的，立体感跟皮质的质感涂装都涂出来了，还是让我比较满意的啊。然后我们把头条再安插上去呗。插这个头条的时候，当心啊，很容易把它这个眼球啊给调上去。滑槽设计，对准一下，好，搞定。主体方面就差不多这个样子了。我觉得又是一个角度限定的一款头雕，侧面还不错。好了，主体方面我们就看到这里，接下来来看一下它的包装，还有配件。我个人觉得本款作品的配件也是一大亮点。接下来我们就来瞧一瞧。好了，兄弟们，外包装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正面，它是一个剧中的一个造型啊，不是咱们玩偶的一个半身像。古天乐，左边九龙城寨围城电影的名字，右上角会有一个限定版的一个标志，因为这一款不管是现货还是后期的这个预定款，全都是一个限量发售的一个形式。右下角有它的名称，角色名称龙卷风。这款还是非常帅的，我个人第一开始还是非常期待的，因为很少有这种类型的1:6可动人偶。之前当然古天乐咱们 HT 也出过《明日战记》，那个确实啊，也不多说了啊。首先外包装我觉得挺不错，挺喜欢，也是一个抽拉式的，整个包装摸上去的这个立体感也是非常不错。
后面隐藏着很多剧中的一些经典造型，还是非常帅的。好，我们现在来打开看一下抽拉式的一个外包装啊，哎呦，它有点紧。打开了以后，咱们就可以看到内部的一些东西了。这次给到的手型还是我觉得非常不错，都是一体式的，直接是半个去替换，所以手腕这里不会有很多的这个爆点，还是非常不错。然后可以看到咱们的主体，还有标志性的这个打火机、烟、墨镜，特别是这个叉烧饭，当然它没有给筷子。背部我来看一下啊，整体的剧中造型非常帅。下方在理发店的一个造型，刮胡子的一个造型，还有它的标志性的技能洗手式的一个动作。好，打开了以后，上方也是一个原贴，我们给它撕开。哎呦，抽一下，看一看内部包装。重量方面的话，没有我想象当中的轻，还是挺沉的，里面的东西。咱们来抽开看一下，背部可以看到一个背景板，纸质背景板，大家都懂的 ，HT 经常喜欢玩这。下方说明书，第一层替换手型，第二层就是咱们的主体，后面还有一个经典时尚小地毯，可动眼的调节器，一个红色的小板凳。包装方面就是这个样子，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配件做的究竟如何。好了，兄弟们，包装从说明书开始。首先注意事项啊，说了衣服不要脱下，然后可动眼的调节，然后下方2副眼镜的一个搭载方式，切记不要把镜片给卸下来，而且镜框两边把玩的时候当心不要硬掰，导致掰断。好，然后这边这个烟头、烟嘴拿取的一个方式，打火机一个握持的一个方式。背部可动，腿部可动，脚踝可动要注意。接下来手臂的这个武器，2个注意事项。最后就是这个地台的一个安装方式，这次的这个支架隐藏的还挺不错，插在这个背后。包装就是这个样子，不多。然后我们就来瞧一瞧。首先，手型非常非常多啊，我们一个一个来看。拉近镜头来瞧一瞧。首先，一对放松手，哇，这手型细节还是做的非常到位，手指包括掌心的一些纹路都做的非常到位。还是啊，这些手型除了稍微有点油以外，其他没有任何的问题，非常不错，一对。好，接下来来看一下单独的一个握持手，哎，又是一个握持的一个手型，造型手一只，再来这一只，最后一对握持武器的手型，塑料件，但是开模非常锋利啊，而且上方比较薄，把玩的时候当心不要给弄坏了。涂装还是非常不错的，金属质感很到位，合模线几乎是看不到。可动眼的调节器一只，纽扣的补件里面有好几个。然后眼镜方面一共给了2副啊，这一副会稍微厚一点点，都可以搭在主体的头上。另外一副比较薄，2副镜片的这个透明程度啊，我感觉差不多，颜色会稍微有一些些的不同。镜片啊，感觉稍微有一点点吧，看不大出来。然后红色的塑料凳一个，真塑料啊，所以当心这4个角不要去掰它。新式拖裆支架，
然后一个 Zippo 打火机，这打火机细节做的还是不错的，可惜它不能给它盖上。当中这一块呢，因为比较小啊，所以玩的时候当心不要去弄断了。细节刻画还是不错的。这边完全密封，然后香烟2根，这根是握持在手上的。看一下烟头部分，拉近距离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啊，这实在是太小了。看一下烟头部分刻画还行。下一个叼在嘴上的这根就更加短一点点啊。哎呦呦，这个真的太难拍了。烟嘴可以叼在嘴上，它会有个细节处理，说明书上也有刻画。接下来一碗叉烧饭，这碗叉烧饭真的是碗是做的还是不错的啊，还原度还是挺高的。里面的叉烧也还行，但这个米啊，这个饭这个涂的，我感觉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一个冰沙叉烧，下面这个白色的完全看不出是米啊，这比较可惜了，而且也没有给你做一个筷子啊。虽然说多一个筷子也没有啥多大的意义，但是有就不一样了。你吃饭手抓饭呢，对吧？还是这个配件是，哎，还行。好，接下来就是咱们的地台，标准的电影当中龙卷风理发店的这个地板，上面没有明文标识，因为它单独给你放出来了一个啊，看你自己随意搭配吧，怎么放都行，放在任何地方随便你放，没有固定死还算可以。地台比较大，最后一块背景板是理发店的一个门口，顶部会有九龙城寨之围城的一个标志，你可以把它插在背后，哎，抠一下啊，插在背后就可以了。整体的高度还是比较高的，如果你要放在柜子里面的话，要看一下啊，来看主体的这个高度，还是再高出一点点，大概在40公分左右，还真不错。然后大家比较关心的肯定是，哎，你这个头雕不怎么样，但是是不是戴上墨镜了以后质感会好一点呢？我们接下来就把墨镜戴上，来瞧一瞧。实际上戴上墨镜也就那样，镜头拉近，我们戴一副稍微好戴一点的，这个厚一点的墨镜会比较好戴。另外一个比较细啊，戴上去的时候要稍微左右抠一下。OK，来我们戴上墨镜了，相似度确实能稍微提升一点点，对不对？而且我特地调了一个斜视的一个眼神，这样的话我觉得稍微更好看一点。戴上墨镜调节眼神了以后，我觉得相似度能稍微高一点点，有个5分吧。6分我觉得在我这里也是不行的，没有到及格红，确实一般。好了，本期的龙卷风咱们就好像把玩到这里了。整体的效果，我个人还是稍微有一丢丢的失望。你说推不推荐买呢？就要看现在的价格了。货全部出完了以后，看一下二级市场的价格，如果相对还算可以，能入一个。而且也不知道 HG 后期会不会出其他的角色，如果会出的话，我觉得放在一起摆个造型还是非常不错的。如果单独只出了这一个，我觉得啊大可不必。如果价格贵的话，毕竟是个限定产品，我觉得也不会低到什么程度吧。好了，如果喜欢老李头视频的话呢，还帮我的视频的最后来个1键3连的支持，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动力。本期的开箱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